之前有没有 date 过别的种族的男生？白人男孩他会相对于我们亚洲的男孩更加的成熟一些。可以描述一下比较理想的另一半？就是我要一个东西，你现在给我，我可能不会很感动，但是你玩我一会儿再给我。我觉得金发加上闭眼的白男非常的 arrogant， 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有一点 yellow fever。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What are Chinese women looking for in a relationship, and are they willing to date someone who's not ethnically Asian? Today my good friend Susie will hit the street and get some real information.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I will give you my advice from brother to brother. Let's get started. Hi guys, this is Susie. I'm the host of this street interview and I'm a Chinese teacher as well. So if you guys want to learn Chinese or know more Chinese culture, you guys can follow my channel. Hello 小姐姐，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乐，我叫 Glina， 现在是一名学生。我叫 Jenny， 我是自由职业者。我是果果，我是学生。我叫 CC， 然后呢，目前是一名大学老师。罗走走，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叫 Cassie， 然后我的职业是 TikTok 英文主播。叫我小雅就可以了，然后今年22岁。可以描述一下比较理想的另一半画像吗？肯定是阳光一点好一点，然后至少要比我高，长得不能太差就行。我的运动员还有学艺术的人很有滤镜，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也更有共同话题。体型的话比我高一点吧，可能，但是我不想太高的人，可能1.8米左右，因为我自己1.7米。比较看重解决问题的能力吧，因为比较讨厌那种遇到什么事就问怎么办啊。我觉得重要是看大不大方吧，比如说有个人有1000万，他只给你花20块，跟有个人有100万，给你花10万，那是差别很大的嘛，对吧？小时候受韩流文化就是 K-pop 影响比较多，可能我的理想型是那种单眼皮，然后身高1.8米，会跳舞最好。要阳光、幽默、风趣，白一点更好了。哦，这个是硬性要求。对，是硬性要求。但是我现在的对象完全不是这样。我就渴望那种比较黏人的那种恋爱，理想型是那种弟弟型的，外表就是那种纯欲无害的，但是私底下会非常腹黑，要么就是花时间在你身上，要么就是花钱在你身上，就是2个选择嘛。那我觉得我会去选一个能够引导我，然后正能量，然后有自己思想、有思维、聪明的男生。聪明上进，就是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一点，就是剩下的就是比如说感觉啦，这种就比较模糊不定的。但一个人如果他有上进心、有目标感的人，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财富的话没有固定的要求，因为现在能够接触到的，一般不会说差距太大。男生的哪一些特点，比如说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比较感动？如果我在工作中受了委屈，我在那哭，结果他比我哭得更惨，我就觉得他还挺在乎我的吧，就是有一种感同身受，或者是比较有同理心的那种，是不是？对。假如我过生日啊，随便发点钱打发我的话，我就会觉得他这个人不用心。包括啊，他对一些小动物啊有爱心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应该挺有心的。我很不喜欢如果跟一个人待在一起，然后这个场冷下来了，然后而且我自己要去不断的去调整这个氛围，或者是说一直要不断的去想话题之类的，而且我不想要就是说他一定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urprise 之类的，但是可能一个小小的细节，比如说说过我不吃辣，然后呢他可能点菜的时候就点不辣的。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就比平时更加内向，然后会很紧张。我觉得如果我点赞他的社交动态，就是我喜欢他了。可能如果我对别人是那种我喜欢这个内容，我就 like 一下，但如果是他的话，我就每一条都 like。我觉得就是2个人会恰到相处，就玩在一起，那个进度条自己会往前走嘛，就不用说一定要有一方一定要走那个过程，说去告白啊之类的。就是我要一个东西，你现在给我，我可能不会很感动，但是你玩我一会儿再给我，我就会很喜欢。比如说我跟我前任谈4年，当时他做了一件事让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骑电动车，然后在山上去找一个手机，因为我的手机落那儿了，但是要到山上就找那个手机的过程至少要半个小时，而且当时已经下雨了，很黑，然后他还是坚持骑电动车跟我一起上去找，然后
就是他骑电动车带着我找，但其实我是在坐在电动车后面啊，然后跟他一起淋雨，然后找。后面我就觉得非常感动。然后物质上，我可能就是大学生嘛，大家身上有1000块钱，我会给他掏500-600，然后可能我自己不买什么东西，我要给他买。大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当时刚大一的时候刚开始就喜欢上了一个男生，然后我当时就还给他写信，就是如果我觉得我喜欢谁，我会非常的主动去追求他。其实对于感情来说的话，我是偏慢热的，就是我会吃完饭或者是各方面聊完天之后，我会观察他一段时间。但是比方说我觉得他还蛮不错的，那我就会跟他说最近有一些想你啊，然后能不能就是在一起吃饭啊，就是一起出来玩一下这种。但是如果说就是我觉得不太好的，我可能就会礼貌的，但是不是会频繁的接触了。跟他们聊天或者是交谈啊，吃饭的时候，我会去观察他的一个动作。那么有一些男生他就会表示的很心急，然后有一些男生的话，他从头到尾他都是很礼貌的。我觉得这个是会比较打动我。我觉得会体现在日常的一些细节，或者是能够引导我、托举我这样子的一个人，就不再是单纯的像比如说你在10几岁的时候可能喜欢他说一些情话，送一些小礼物，但我觉得在现在而言的话，更多的是一种相互陪伴，能够给到我精神层次上的一些支持。就比如说在工作中你遇见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一些困难的时候，我可能比较情绪化一点，但如果对方是一个情绪相对稳定，并且他能够在稳定你的情绪的同时，给到你一个好的引导，帮助你去解决这个事情，就引导你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一点在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你遇到你喜欢的人，你会做什么样的行动？我是其实相对有一点被动的人，几乎很难去主动的去喜欢另一半，就是会感受到只有相互吸引的时候，我才愿意去付出我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前期的话，应该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交谈，我们不管是线上或者线下，能够有这种持续的从浅到深的交谈，相互去了解，才能有更深入的一些价值观的一些是否认同啊，或者是等等这方面的了解嘛。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机会能让你和外国人约会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种族？为什么？喜欢俄罗斯人，因为他长得很帅。对，然后包括一些电影不是都是俄罗斯人出演的嘛，就是看偶像剧看的比较多吧，对他们那个方面颜值比较喜欢。所以你会选择白色人种是吗？对，因为我可能刻板印象，或者说我目前遇到的为止，我觉得金发加上闭眼的白男非常的 arrogant， 因为我觉得我目前遇到的他们好像都有一点 like yellow fever， 或者是说用一种非常高高在上的态度去问我说what actually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Like 就这样子，我就非常讨厌这样子的人。之前有没有 date 过别的种族的男生？我有接触过，其实我会更喜欢跟外国人 dating 的过程，他们会更加 straightforward， 一直问我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他这个过程会一直不断的去推动我去想我到底要什么。然后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可能2个人都是比较委婉的，那反而对我来讲我会更加胡思乱想。就可能有跟日本人、韩国人，就是韩国男生有沟通过。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没有跟老外谈，可能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会差得多一些。对，就比如我们可能还是会看很多国内的综艺，然后吃川菜，然后包括作息还有生活环境这一块可能差别还是比较大。哪个种族没有挑吧，但我有想了解的国家的人，有俄罗斯和意大利、法国的。因为俄罗斯他们都说从小到大都很好看，男生女生，但是他们花期短。然后意大利的就特别法国那边文化，就是那边男性都很喜欢装扮自己啊什么的，而且特别是浪漫，但是他们很渣。有人说，但也分人吧，并不是全部概括。如果硬要选择的话，我听说像拉美人就是比较热情开放一些，然后有的时候对于爱情的一些态度啊，也是就是谈的时候就全身心的投入。对，然后也拿得起放得下，但是我没有自己实际接触过，我听到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
跟你讲，跟拉美人谈恋爱是很爽的。因为可能就是自己的职业会接触到一些人，就是他们确实大部分大男子主义，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国那边，就是他们确实会非常的成熟，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那种教育文化，就是他们有的人很小就开始自己赚钱，就是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家庭，生很多小孩。Asian, white and black， 硬要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 Maybe white，我是非常期待于我的 partner 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以及就是有能力的人，前提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人，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才能够更好。所以说，就是说，在我了解来看的话，就是同龄人来比较的话，确实会觉得那些白人男孩他会更比相对于我们这种亚洲的男孩更加的成熟一些。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的男生。其实中国很多男生从小教育啊、素质啊都挺高的了，已经不是很感觉对国外男生有感觉。现在我遇到外国人，就是没有说能打动我内心的吧。我觉得我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然后比方说他比较欧美的五官啊什么的，所以。然后我觉得不够深入吧。中国人的话，起码语言相同，你聊个一两次的话也能知道个大概。但外国人的话很难琢磨。英国人吧，平时我可能会比较 open 比较活泼一点，其实我很希望就是另一半是比较偏沉稳绅士这样子，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反差，然后这样子他能够欣赏我的可爱，然后我同样能够从心里欣赏和赞赏他那份绅士跟优雅。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比如说中国跟国外的这种约会文化有什么不同？看他们外国人的话，可能比较开放吧，中国人比较内敛，没有他们速度发展的太快吧，可能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很了解。中国人比较保守一点，内敛一点，可能喜欢一个人就像那种暗恋一样，都会暗恋很久很久的那种。我喜欢别人暗恋我一点吧。现在这个时代，或者说现在这个流媒上面很多的内容，或者是我身边的很多的 relationship， 我不太喜欢他们的点就是好像他们把身体反而看得很重，如果我们有任何肢体接触的话，反而放在很后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东西是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 like actual connection， 就是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共同话题，而还是说这两个人只是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出去看电影，没有什么 deep talk的话，我会觉得这两个人的 relationship 有一点点像过家家的感觉。是 I agree。就是中外文化的这种 dating culture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是亚洲人好像对于确定关系这个东西，反而会比欧美人更加没这么慎重。因为我觉得好像对于亚洲人来讲，会有一个过程是先暧昧，然后再确定关系这样子。但是对于欧美人好像就是反而是我们确定了彼此的心意，我们先 dating 看是不是适合对方，最后再去确定关系，这个顺序不太一样。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亚洲人很轻率就进入关系，但是就好像先后顺序不一样，看重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外国人的话，对我来讲会觉得除了 chemistry 之外，对于未来的这种规划会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两个人未来的规划不是同频的话，都不会进入到一个 relationship， 而是只是停留在 dating 的阶段。就是可能国内的女生或者国内男生觉得要到25、6岁才会觉得 dating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阶段，它可以很有效的帮助大家怎么样。就是西方家庭形容可能 dating 是个更前的阶段，可能比如15、6岁已经可以开始 dating 了。然后 dating 其实已经可以就是发现对方很多的不一样，但由于中国这块就是大家喜欢先很正式的把这个流程走完，然后我们先告白了，先恋爱了，然后我们就会被那个关系卡在那里，所以其实我们试错的机会比别人花的更高。中外的约会文化差异最主要的几个点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他们开始的程度有区别，比如说在中国的约会模式，我们可能会循序渐进，对吧？我们以慢为好，就我们可能觉得到第3次有个小进度，第5次有个小进度，我们就是可能会比较就是习惯于这种有限制的模式，但可能在海外的 dating， 我觉得可能就是前面的步骤会发生的更快，所以你可以更快的看到对方生活中的样子，你可以有机会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情况下就可以接触到对方的家里人，其实这个事情很重要嘛。就你非要比如说谈2年谈3年你才见家里人，然后那个时候家里的压力发现说啊，其实你跟这个男生两边家长觉得不合适，其实那个时候就很难了。对，所以这块其实我觉得可能
早一点加家长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对于韩国的那个约会文化的了解，因为他们地方还算是比较小，他们的思想会趋向一项化，大家都是谈恋爱，轰轰烈烈的谈恋爱。他们对于这种身体和情感，比较于我们来说，稍微的能看得开一些吧。可能他们也会有一些快餐文化的恋爱在里面。如果能接受快餐文化的话，可能你这一辈子，是跟各种不一样的人去尝试了之后，也许在反复的试错当中，会让你发现你对于情感的真正的态度，会更好的遇到下一个人的。在你的理解里，你觉得中外的约会文化有什么差别吗？哦天哪，那真的是太……其实我个人是有个非常强的那种情感的洁癖的，我是不能接受这种 situationship 这种东西的。后来了解了之后，我会觉得，好吧。那可能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还有那些 messy sex， 在那种大学里面，就是我当时跟我一个美国的朋友聊天，他们就说他们的大学是非常正常的那个 messy sex。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震惊，我就是无法同时跟几个人去聊天，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实大家说外国人比较对感情比较开放，我觉得也太以偏概全了。我觉得有一些外国人他还是很含蓄的，中国人的话有一些也挺开放的，所以也看性格。中国人对爱啊或者什么样，他是包容的。内敛的，然后细水长流的。国外的话，他们会经常挂到嘴边去表示你对他的重要，他对你的爱，那就是不一样的文化。我听说他们就是吃饭或者什么都是 AA 的，是吧？外国的话那些，有些是啊。是，像我们中国的话都是男生就是可能男生买单比较多一点。你会更希望你的另一半几乎全部帮你买单吗？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我觉得是要的。如果是他没有说这个能力的话，可能就因为连自己另外一半的基本生活水平都达不到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先顾及一下自己吧。比较浅层的一些认知的话，外国来讲可能就是进度会更快一些，就是而且会很快的就表达我对你的好感，比如说哇so beautiful I love you maybe 类似这种感觉。但是可能在国内的话，更多的就是它会有前面一些较了解的一些过程，比如说你像北方可能就有一些男士可能看起来非常大大咧咧，但是在北方很多靠北一点他很怕老婆，但是你看在不同地区又可能有一些地区存在大男子主义，类似这种感觉的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理解。了解。 Thanks a lot for watching. The purpose of this video is give you a general idea of how Chinese women think, and you wouldn't know all this information unless you date one. Anyway, here's my advice. Let's say if you meet a Chinese girl who doesn't speak English or never travel abroad, so likely you have to learn Mandarin and you have to like Chinese food,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you'll be eating Chinese food with her. And if you meet someone who speaks a little bit English and have the curiosity of traveling abroad, then you might meet a wifey material, because if she has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it will help her to understand your struggle in living in China. And last one, if you meet someone who wanna just use you for benefit, good luck my brother, stay away from them.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